By the light of the silvery moon， 是谁把一轮明月悬挂？穿越时光，褪去一身繁华。谁在心里，谁在梦里，把你牵挂 ？By the light of the silvery moon， 是谁把星星都变烟花？透过窗纱，缘分正在发芽。我在心里，我在梦里，把你牵挂。在月华之下，有些爱不用惊讶，有些事不用解答，让岁月发挥它的魔法。爱就是那似曾相识，有未知眼神会真的才潇洒，所以就乘着月华，把心事都放下，写成首札，守好它。谁才是你心里的牵挂，让世界来回答。别说话。By the light of the silvery moon。今天工作顺利吗？本来是很顺利的，可是遇见那个杀星，把我带去给顾客试喝的洋酒全打破了，明天都不知道怎么向老板交代。我看这个陈春仙是专门来克我的。你在哪里看到春仙了？大坡2马路一带的工地，他在那里做什么？他身穿红头巾的衣服，应该是在那里工作吧？不是吧？红头巾工作那么出众，他怎么应付得来？他能不能应付关我什么事？总之遇到他总没好事。对不起，老妈，都是我害你的。不过，老天总算有眼，让他到工地里去受受苦。还有啊，你刚才没看见那个杀星，跌着一身狼狈的样子，简直是笑死我了。再这样子下去啊，老公跟老妈关系会越来越糟糕，那要再撮合他们，就难上加难了啊。大喜哥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工作的？有没有空我们坐下聊一下，可以吗？我得工作，没时间。不如你午餐的时候再回来找我吧。啊，没关系的，你忙你的了，我等你就是了。那好吧。老妈真的能吃苦，那么辛苦的工作，她也肯做。要吗？我不要你吃。找我什么事？昨天的事，学根跟我说了，你不要怪他好吗？你不用帮他说好话了。我不是帮他说话，是因为我堂哥去世以后，他心情不好才会这样子的。你给他一点时间，他很快就没事的。你说谁去世了？就是我的堂哥，学根的爸爸。怎么那么突然？就是啊，你看你们的婚事取消了，堂哥又去世了，他们的家被银行查封了，他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。真的不知道连家发生了那么多事。也不能怪你的，要怪
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总之你不要怪他就对了，他真的不是有心的。怎么说也是我愧对于他在先，他这么对我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对啊对啊，还有啊，我堂哥最大的心愿呢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加入连家。学哥人不错的，你花点时间跟他相处，你就会知道的。我和连学庚是不可能的，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怎么可以跟他共同生活呢？再说也是你鼓励我追求我自己的幸福的。那我不知道你之前要嫁的人是他吗？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。逃婚的事是我不对，请你帮我跟连学庚道歉。至于昨天的事，我不会跟他计较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各不相干，互不相欠了。你不能够再重新考虑一下吗？我已经决定了。你等了整个上午，你吃过了吗？拿去吧。不可以不可以，这些是你的血汗钱了，不能拿。拿去吧。虽然数目不多，但是应该足够给你吃几顿饭了。如果你决定留在这里，一定要找份工作养活自己。还有，以后不要再为连学庚的事来找我了。我要去工作了，你多多保重。老马人这么好，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撮合他们两个人的。春仙，那男子是对你有意思吗？我们只是朋友。看他等了你一个上午，应该不只是把你当成普通朋友。不过他的年纪有点大，你不介意吗？我们真的只是朋友，别胡说了。你是怎么做事的？才第一次出去会客户，就把适合的洋酒给打破了。对不起，我下次会小心一点。还有下一次，就请你另谋高就。那3瓶洋酒的钱会在你薪金里扣。不用等月底了，那3瓶洋酒多少钱？我马上赔给你。你这个是什么态度？你是在告诉我你很有钱是吗？你要干就好好的干，不要干就给我滚！不干就不干，有什么大不了？老板，一包面多少钱呢2分。给我2个包。我到底要待在这个年代多久？是不是解决不了老公跟老妈的问题，我就一辈子要待在这里啊？如果老公跟老妈没有在一起，那我不是不用回去了？但是要撮合他们需要时间的。其实老妈说的没有错，我不能够一直无所事事的。反正都待在这里了，我要想办法找工作才行了。老板，血性脑呢？血性脑不舒服，去看医生了。你等一下再来吧。啊，不行啊，我有重要家书托人带回唐山，1小时后船就要出发了。我也不识字，帮不了你。怎么办？我可以帮你写的。这是什么笔啊？看起来像是钢笔，可是不一样。这是洋人发明的，叫圆珠笔。这笔真神奇，竟然不漏墨，也不沾手。好了，来你看看吧。我不识字啊，我只认得自己的名字。我念给你。爸妈，你们好，这次写信回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们。
弟弟木和在南阳做工时生了重病，急需一笔钱来看医生，请你们把家里的驴子卖了，尽快托人把钱带来南阳，救救木和。我会努力工作，早日赚钱，把家里的驴子赎回来。不孝儿林木水，你看名字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写的。希望你弟弟呢早日康复啊！好了，谢谢。哎，你不用给我钱的。要的要的，你帮我写了信，收钱是应该的。你们那么早就回来了？唐叔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！什么好消息啊？我找到工作了。什么工作？哎，我打算开摊帮人写信。啊，做写信佬啊？写信能赚得了多少钱？什么？至少能够赚到钱，又可以帮到有需要的人。哎，是啊，反正唐叔现在没有东西做，帮人家写信，打发一下时间也好啊。好，为了庆祝堂叔找到工作，我又脱离苦海，今天晚上加菜。又加菜？哎，等一下，你脱离什么苦海啊？我辞职了。啊？才做不到2天，辞职？薛刚，老板说你辞职了，为了什么？没什么啊，做的不开心就不做啊。不开心是不是客户很难搞啊？不是客户，是老板。老板？老板怎么了？从小到大，除了我阿爸，没人敢骂我的。他只不过是小小一个老板，竟然敢骂我，我打破几瓶酒而已嘛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啊，你和老板吵架？你没看见他早上那张嘴脸啊？我也是有尊严的啊，这口气我吞不下去。在哪里工作都会受气的啊，你忍一下不就没事了吗？你逞一时之气，现在丢了工作，还不是苦了自己？我知道你为我好，可是工作到处都有啊，凭我连学根的本事，我怕找不到工作。那你也不用为了一点小事辞职啊！你以为你还是大少爷啊？可是我不想勉强我自己啊。其实他说的没有错啦，勉强没有幸福嘛，对不对？再说他又不是不要找工作，只是现在工作不适合他。我相信你找到适合工作，一定能够做得有声有色，对不对？那也不用急着辞职啊！我已经跟你说了，要好好的做，不要丢了觉慧的脸。结果你就……觉慧啊，找工作的事我自有办法，你就不用为我费心了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随你吧。其实他们2个说的没有错，你真的有点冲动。你，算了，不说了算了。你大后天有没有空？有啊，什么事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有一部新的木偶剧上演，你跟我一起去看。木偶戏啊？好啊，我去。今天做的还可以吗？还可以，慢慢适应了。出现。大喜哥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？哦，我到处问一问，就给我找到了。你们慢慢聊，我先进去了。找我什么事了？是这样子的，来，送给你的。我看你做工那么辛苦啊，一定会腰酸背痛的。我听说这个药酒很好，哪里酸痛涂一涂就没事了，拿去吧。谢谢。你特地来这里就是要给我药酒？不是的，还有，我想问你，接下来哪一天不用做工比较有空的？大后天，怎么了？真的，我想约你去看木偶戏。木偶戏？好啊，我很久没看了。哦，那太好了，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好。大喜哥对我这么好，又约我去看戏，难道他真的对我有意思？坐这边。来了。
他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大家喜欢看木偶戏，就一起来看啊！早知道他会来，我就不来了。干嘛？做不了夫妻，还是可以做朋友了嘛！不要把关系闹那么僵。是他先找我麻烦的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给我面子好不好？大家难得出来看戏，不要把气氛搞那么糟了啊！只要他不惹我，我无所谓。我大人有大量，好男不跟女斗。那不就好了？家和万事兴。谁跟他一家人啊？和气生财，和气生财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我最喜欢就是武松杀嫂了。我上下厕所肚子痛。唐叔。杀得好啊！不守妇道，本来就应该杀。潘金莲虽然有错，但是武松也没权利杀她。她和武大郎的婚姻是身不由己的，她只想追求自己的幸福，难道有错吗？女人应该就是三从四德，恪守妇道。如果每个女人都像她这样，以追求幸福作为借口，到处红杏出墙，那全天下的男人岂不是戴绿帽了吗？你们男人就是这么自私，什么都是女人的错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他们的婚姻是个错误呢？总之，红杏出墙就是不对。不对也不可以杀人的啊。干嘛？你们俩干嘛要吵架啊？对不起，大喜哥，没有办法跟这种人看戏了，先走。春宪，遇见这种人啊，就扫兴，不看了。惨了，老公跟老妈的关系越来越糟糕。如果再这样子吵下去，他们怎么可能结婚呢？没有结婚，就没有阿公了；没有阿公，就没有爸；没有爸，就没有我了。那我不是会消失？不可以，我不会消失的。不知道米润的事情解决了没有？还有爸，你的手好点了吗？老婆，我就这样子不见你，一定担心的。哎，不可以的，我不可以就这样子消失，不可以。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啊！一定要让老公跟老妈在一起，要不然我就会消失了。我不可以消失，我要回去找老婆跟家人了。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。
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什么事啊？怎么了？我刚才要上厕所，不小心踢到东西，摔了一跤，压到赛文。我发誓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！怎么那么不小心？那继续吧。我去厕所。阿妹，哥早。那么早就做柜了？玄刚哥，这样古贵。哦，好啊。今天的昂菇桂味道挺特别的。会吗？这是本柜还是昂菇柜啊？我报错馅料了。这样子会包错馅料？我还以为这是你研发的新口味。应该你是昨晚被水更吵醒没睡好是吧？喂，我在想，我跟唐叔长期住在你房里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毕竟赛文是个女孩，多少都有不便之处。虽然我把她当成亲妹妹一样看待，但还是男女有别。那也没办法啊。赛鼎，哎，郑医师，早，我正想去找你们。有什么事吗？楼上有间房间空了出来，上一回你不是说想要租房，现在还有兴趣吗？有，我正愁着4个人挤一间房，多不方便啊。那就说定了，房间就租给你们啦啊！谢谢你啊，郑医师。谢谢你，郑医师。等一下我把租金送过去给你。喂，你有没有急着搬干嘛？你是不是怕我变你菊娃妹啊？我才不想要有你这样的大舅子啊！我怎么了？不好啊？啊？在找东西吗？我手链不见了。是你平时戴的那一条吗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。我帮你找。房里都找过了吧？找过了都没有，是不是你洗手的时候掉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算了啦，不要找了，不要找了，应该是出门的时候掉的。这手链很重要吗？也不是，不过我很喜欢它的款式，丢了有点小遗憾。啊，算了，没事，谢谢。刘赛鼎，你过来。老板，经理找我什么事啊？昨天结账时数目不对，少了100块。100块那么多？不要再装模作样了。小平说是你拿走那100块。我没有啊，我没有拿钱啊。这是你的吗？是啊。不多不少，刚好100块，人证物证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我真的没拿这个钱，我不知道这钱怎么会出现在我包里啊。
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你不要再狡辩了，你被开除了，明天不用再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奸情，所以你们两个联合起来陷害我。明明就是你手脚不干净，还想抵赖。老板，我真的没有偷钱，是他们两个陷害我。钱既然找到了，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你走吧。你们给我记住，终于不用4个人挤一间房了。唐叔，你干嘛一直瞪着我？我有话想要跟你说。有话直说。昨天晚上我梦见堂哥了。我阿爸？他托梦给我，说要好好照顾你，最重要呢，你要快点完成他的心愿。我阿爸还有什么心愿啊？我就是希望你跟那个春仙快点结婚啊。又是他，唐叔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在我面前提起那个杀星？我也不想的啊，那是你阿爸的心愿啊。再说，我觉得春仙的个性很不错的。他的个性怎么样与我无关，我只知道我跟他八字不合，不适合在一起。那是你对他的成见，你跟他好好相处，可能你对他会改观的。唐叔啊，你可不可以不要逼我啊？我真的对他一丁点感觉都没有。哎呀，那你要怎么跟堂哥交代啊？你真是的。那很简单，下次他再托梦给你的话，你就告诉他，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。不是我，你这么早就收工了？我被炒了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被炒啊？我被奸人所害。你还记得那个经理吗？就是他，他怕我抖出他跟姘头的事情，所以就连同那个女人来陷害我，说我偷公司的钱，然后叫老板炒掉我。他真的太卑鄙无耻了。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？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。我们守在这里真的有用吗？有，肯定有用，他们会来的。你确定吗？这对狗男女每个星期三都会来这里偷情的。哎，来了！哎，你们看紧点，这里交给你们了，快去快回啊！你下去等赛艇，我在这里看着。你小心点啊。唐叔，哎，这个就是经理太太。那对狗男女在哪里？楼上。来，我们上去吧。帅哥，怎么样？他们进去半个多小时了，你们再不来，人就走了。那我们进去吧。来，请呀。谁呀？我是客房服务。啊，老婆！老婆！狐狸精！这么解释，老婆！你这个死狐狸精！你竟然敢勾引我的老婆！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老女人！啊，终于报仇了，实在是太大快人心了。他们俩也真够倒霉的，竟然被你抓到偷情的把柄。哎，我这个人一向来啊是有恩报恩、有仇报仇的，谁叫他们两个先陷害我，要不然我不会用这一招的。
那个经理也真是的，怕老婆怕成这个样子，男人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啊，为什么把自己搞到这么丢脸呢？这个男人是入赘的，平时狐假虎威，看到老婆的时候就像猫一样那么温顺。我一早就想把他的假面具给撕下来了。虽然偷情是不对，不过我们这样子做好像不太好吧？把人家的幸福家庭呢给拆散了。要是他爱惜家庭，就不会在外面偷情了。是啊，他们两个害我的时候，有没有顾虑过我的感受啊？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，让他知道我刘赛典并不是特别好欺负的。以后还是不要得罪你啊，不然连自己怎么死了都不知道。知道就好。哎，你们先回去，我还有事情要办啊。哎，这个多少钱啊5分钱。 5分钱。对。绝慧 Russell， 你怎么来了？这个送给你。好漂亮啊，谢谢你了。这里附近有间新餐厅，牛排很不错的，去试试看。好啊。英国的风景啊，跟本地完全不同，那里一年四季都很漂亮 ，very beautiful。那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？我都喜欢啊，只不过有点受不了春天，大家都去赏花，剩下我一个人躲在宿舍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 hay fever， 那是一种对花粉过敏的病，犹如感冒一般。 一天到晚啊，不是打喷嚏，便是流鼻涕，两哈鼻水啊，像瀑布一样流个不停。那你还送花给我？送花给美女又怎么一样呢？幸好本地只有夏天，我回国之后便没事了。真的没事？没事没事。那你回国之后做了些什么？我在帮家父打理生意。 他出国时，我偶尔还需要带他去学校开会。学校？家父是新加坡女子学校的董事，他希望我替他分担一些社会工作。新加坡女子学校？哦，我知道，是几个读书人还有大头家开办的，对吗？是的，其实我认为女孩子也理当受教育，只不过办学不易，除了钱的问题，还有师资。 尤其是英文老师啊，特别难请。你们真的好伟大，那么努力的推广女子教育，真的好了不起。听说这里的汤很不错的，试试看。好啊。Russell， 不用送了，我的公司就在附近。哦，谢谢你的午餐，还有你的花。You're welcome。喂！ 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做这种东西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没听过吗？你是谁呀？你又是谁啊？我是绝慧的朋友 Russell。拉屎？取不取一个拉屎这样的名字？你没有中文名吗？不要以为喝过洋墨水就很了不起了。你是华人，别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哦。他当然有中文名字，不过他的朋友都叫他 Russell。看他是假洋鬼子就有。哼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我是来保护你啊！还好及时出现，要不然让这个假洋鬼子啊占了你便宜哦。这位先生，你误会啦，是因为绝慧与我吃饭，我只是礼貌性的吻一吻她的手，在西方是很普遍的礼仪。我管你西方还是北方啊，这里是新加坡，我们是华人。如果你真的有礼貌的话，就和绝慧保持一段距离，而且是越远越好。我是一个 gentleman， 绝对不会做出对女性同胞越轨的行为。 管你什么奸大门还是袁大门啊！总之啊，我只知道一句话，就是人不可貌相。你这种斯文败类，我见得多了。你说到哪去了？你还不走？我要留下来保护你啊！我不送你了，下回再约。好，不好意思啊。早就该走。哎，送你回去吧。我不用你送，我自己会回去。
出现。大喜哥，啊，怎么脸色那么差？你没事吧？不会啊，可能我睡不好。那这包子给你吃的，学哥买给你的。他会这么好心，是不是里头有毒的？那不是啦，他是为了那天看戏的事情感到内疚，叫我来跟你说声对不起的。他知道他的语气不是很好，你不要怪他了哈。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你不用帮他道歉。如果你来找我是为了连学更的事，那就没必要了。不是啊，我不想你们两个闹那么僵啊。交朋友是需要缘分的，我和他一点缘分也没有。怎么会没有缘分呢？你本来就不是很讨厌他的，要不然怎么会跟他结婚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多嘴，要不然事情不会搞成这个样子的。他是你的堂侄儿，你关心他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我和他真的没有必要再见面，与其见到彼此不开心，还不如老死不相往来。什么老死不相往来？哎，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，不可以，你们不可以分开的，我们是一家人来的。一家人？对呀，我们本来是一家人啊，都是因为我多嘴搞砸事情的。哎呀，好了，大喜哥，我工作了一整天，真的很累，我也不想再提起雪更的事。如果老公老妈真的没有在一起的话，我真的笑死。老妈说老死不相往来，我就晕倒了。最近我也就晕的感觉。不要跟我说我真的要消失了。今晚12点，记得带人到工地，到时我会在那里接应你们。知道了。千万要小心，不要被人发现了。放心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春仙，蓉姐，什么事？你把东西收拾一下，结算好这几天的工钱后就走。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还是哪里做的不够好？我可以改的。你手脚太慢，又没力气，继续留在这里只会妨碍大家。我一直很努力的在改进，而且这几天的工作我都有完成。蓉姐，我求求你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给我多一个机会可以吗？你求我也没用，总之我们容不下你，你还是走吧，别让我难做。为什么突然要我走？是不是我阿爸威胁你了？没这回事，你就当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别再问了。既然留在这里只会连累大家，我换了衣服就走。谢谢你这段日子的照顾。
小姐回来了。春仙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娘。原来你眼里还有这个爹啊！你是不是到处施压放话，让大家不敢给我工作？春仙，你怎么能跟你阿爸这样说话？我在工地做红头巾，连肩膀的皮都磨破了，为了就是要靠我自己讨生活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？既然外面生活这么苦，你就回来跟你阿爸认个错，不要再任性了。你既然已经不认我这个女儿，请你以后不要再管我的事。好，我已经登报跟你脱离父女关系，你便不再是我陈东海的女儿。从今以后，是生是死皆与我无关，我绝不撒手。希望你说到做到。老爷，春仙，春仙，就当你阿娘求你，你别再跟你阿爸怄气了。爸回来好不好？我回来，只是想要告诉他，我的人生由我自己决定，我是不会低头的。让他走，我不想再见到他。老爷，娘，多多保重，好好照顾身体。小姐。自愿相信是一阵，不会枉思绪未完。看目光一抹斜阳，打翻不经意的伤，爱难忘心事了。春仙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？我去工地找你，他们说你没做了。你没事吧？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呢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先找个地方住，然后去找工作。我一个住的地方很不错的。环境很好，那价钱很公道，不懂你有没有兴趣？真的？在哪里？你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你是谁啊？为什么在我房里？又是你！你真的是阴魂不散！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你才阴魂不散吧？如果我知道你在这里，我根本不会来。好，让你走啊！我走？你不要吵了。大喜哥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个人也住在这里的？哎，堂叔啊，你明知道我跟他八字不合，你为什么带他来这里？你嫌我不够倒霉吗？哎，我遇到你才倒霉。我才……哎，堂叔，堂叔，你怎么了？大喜哥，堂叔啊，堂叔，堂叔。By the light of the silvery moon， 大叔，快点，你们快点啊！哎，这边，对，快点，拜托。穿越时光，褪去一身谢谢你。谁在心里，谁在梦里，把你牵挂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这里，拜托快点啊，大家！谢谢你。这是什么来的？我们为什么会在里面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是你们刚才所做的一切，我已经录下来了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是你自己起的贪念，你还敢这样说我？我给你老板看的话，你说他会有什么反应？哎，周先生，求求你，你不要去告发我，我是逼不得已的。我丈夫在唐山欠了很多钱，我也是走投无路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我求求你，我全家大小都等着我寄钱回去开饭的，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。我也不想这样做的。那，你帮我做一件事情，
我可以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。只要我做得到，我一定做。你一定做得到的。我要你辞掉陈春仙。